老实说，原本在 ChatGPT 诞生前，学部署 N8N 对我来说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但 ChatGPT 却让我从一张白纸，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过去可能需要上课或自学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学会的技能。嗨，大家好，我是那个大家生命都有的某个 Kevin。看到上一期影片，也许有人已经开始摩拳擦掌，想部署自己的 N8N 了吧？今天就来跟大家手把手介绍如何部署 N8N。自从上次自己研究好几个小时，却输给 ChatGPT 几十秒完成的事情后，我就深刻体悟到时代已经不同了。ChatGPT 是每个人的能力放大器。过去普通人和专家的技能差距很大，但如果现在普通人和专家同时都能透过 ChatGPT 来放大自己的技能，那普通人和专家的差距幅度也就变小了。像本次关于部署相关的问题，我也几乎都是靠 ChatGPT 才能在短时间内排除各种疑难杂症，所以还是鼓励大家，虽然这次影片比较进阶，但我已经帮大家把多数的坑都填了差不多，而且会转换成比较简单的方式跟大家说明。那里面的重点指令我也会整合成一个 Notion 页面，大家只要点 Notion 右上角的 Copy 就可以复制到你的剪贴簿，然后在 Windows 下用 Ctrl+V， 在 Mac 下用 Command+V， 或者是用右键贴上指令。那连结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供大家参考。而且就算你真的有遇到新的问题，别忘了你还有一个私人家教 ChatGPT 呢。好吧，那让我们开始愉快的学习吧。首先 N8N 会部署在 Linux 上，这个作业系统可能很多人比较陌生，大多数人接触的都是 Windows 或 Mac OS 这样的作业系统，或者是在手机上接触 Android 或 iOS 系统。不过你可能不知道的是，这世界上绝大部分伺服器都是建构在 Linux 之上，包括刚刚提过的 Android 其实也是一个基于 Linux 核心建构的作业系统。而且由于 Linux 是开源系统，经过多年发展， Linux 几乎可以安装在绝大多数的电脑架构，除了在云端伺服器一般人常用的桌机、笔电、Android 手机之外，甚至如果像你有 NAS 或者是 Raspberry Pi 之类的装置，它也可以安装 Linux。那本次影片我主要会介绍在亚马逊的 AWS 云端伺服器上，以及我在自己的电脑上安装 Linux 和架设 N8N 的方式。而架设 N8N 需要 Linux 使用命令行界面，会让你觉得自己很像电影中的骇客。那在自己电脑上可以用安装有图形界面的 Ubuntu， 它也是一种 Linux 版本，但它还是需要用命令行来架设 N8N。那首先我会先说 AWS，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奇怪，怎么上来先教 AWS 云端伺服器这种比较少人听过的。其实我一开始也是这样认为，但实际就是那么的反直觉。我实际操作比较后，其实像架在 AWS 这种云端服务上，对大多数人来说应该是相对比较友善。第一个，因为它帮你准备了电脑；第二个，它帮你解决了部署作业系统跟网络相关设定的问题。像我就是架完 AWS 后，然后再架 N8N， 大概只花2到3小时吧。然后我玩的比较熟之后，开始挑战在自己的旧 MacBook 上建，但是在自己的电脑上部署，然后为了排除一些作业系统或网络的问题，前后却花了大概快10小时。而 AWS 你可以使用它12个月的免费方案，只是不要超过它的免费限制。而且即使你免费时间结束想付费用的话，它的价格是极低的，因为 N8N 不需要很高的运算量。像我计算用免费方案一样的1G 机体，然后最多1颗核心的方案的话，即使不用预付预留期1年的方案，1个月也只要$5到$6左右。那如果你真的还是不想用 AWS， 在免费的12个月内你已经学会自己的电脑部署的话，那你可以在那之前先取消 AWS 的服务。像我就是在自己的旧 MacBook 上建 N8N 后，那我就把 N8N 资料库从 AWS 转移到旧 MacBook。那要如何在 AWS 部署 Linux 呢？其实我也是看0度的教学，因为教得很好，而且也很详细，所以我想尽快教大家其他应用内容，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直接去看他的影片学 AWS 部署 Linux。那等到看他影片中讲到连线方式那边的时候，你 AWS 的 Linux 其实就已经部署完了，只不过其中的连线方式还可以使用 AWS 网页界面来连线。只要你在部署伺服器执行个体中，右上角点连线，然后再点右下角橘色的连线按钮，
就可以在网页上看到 Linux 的文字界面，然后直接操作伺服器。或者是在 Mac 你也可以用内建的终端机，也可以直接连线，差别它只是要设定私钥的权限，然后贴上连线到伺服器的指令。那在 Windows 的话，设定私钥权限方式比较麻烦，建议还是直接用网页版或者用0度介绍的 PuTTY 方式连线。那0度的影片连结我会放在底下资讯栏，它也有教免费使用其他云端伺服器，有兴趣的人也可以去研究看看。如果按照0度的影片步骤做到可以连线的时候，其实你安装应该是 Amazon Linux。要进行连线的话，除了用刚刚讲的网页版方式，还可以用刚刚提到 Mac 底下的终端机连线，按 Command 加空白键呼叫 Spotlight 搜寻终端机，你就可以启动终端机。然后先用CHMOD 改变进钥的权限，在终端机输入以下指令。例如它可能会长得像这样子，那请注意这只是范例，你需要改自己的实际的路径跟档名。然后在 Mac 下使用终端机连线的指令是这样子，那例如它可能会长得像这样子，那这边也是一样，你需要改成你自己的实际的路径档名跟网址。那如果你不确定 Mac 档案的完整路径的话，你可以对着档案按右键，然后按下键盘上的 Option 键，就会出现拷贝作为路径名称，点下去就可以复制完整的档名到剪贴簿。然后 AWS 公有 DNS 就是AWS 帮你设定的伺服器网址，它会显示在你的执行个体的摘要中，右上角这边你可以直接点复制的图示，就会复制到你的剪贴簿了。那至于使用者名称也是刚刚提到在网页版连线界面那边会有显示，那预设的使用者名称应该都是 EC2 然后负号 user， 那你也可以在这边自定义你的使用者名称。再来就是安装 N8N 时需要 14.0 以上的版本的 Node.js。 那一个新的 AWS 它没有内建的 Node.js， 但我测试它有内建 YUM， 所以可以直接用 YUM 指令来安装 Node.js。 那安装完成后，你可以用以下这样的指令来看一下 Node.js 的版本。那例如像我安装的时候，它版本显示的是 18.12.1。 那有新版的 Node.js 之后，我们就可以输入以下指令来安装 N8N。 那这边可能会稍微等久一点，要耐心等候一下。我之前有遇过卡住，然后伺服器连不上去的状况。那如果你有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可以尝试重启伺服器看看。重启过后的执行个体状态，它可能会显示执行中，但是最好等个几分钟，等到执行个体刷新检查，那边也检查通过之后，再尝试登入。那有时候这个检查讯息它不会自动刷新，可以重新整理网页页面试试看。那如果你 N8N 安装成功的话，那你可以先试着执行，输入 N8N， 那应该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字。那如果看到这样的字，就代表你的 N8N 已经正常执行了。我们回到刚刚执行个体摘要，然后再往下面一点点这边，它有几个分页，然后选择安全性的分页，然后点击这个安全群组连结，然后在传入规则中选择编辑传入规则，然后新增规则，设定 port 5678，然后来源选择都是0的，这个代表说所有的来源，然后点储存规则。 OK， 那到此为止，只要在 N8N 有执行的状态下，你只要在网页浏览器输入刚刚你找到的你自己的 AWS 公有 DNS， 后面加上半形冒号跟5678，表示用5678 port 来做连线，那你应该就会看到你自己的 N8N 的页面了。那这个网址可能会长得像这样子，那当然这也是一个范例，你需要改成你的实际的网址。那如果是你个人使用的话，到此为止应该也足以满足你的需求了。那更进一步的还可以设定成一个system 的服务，让 N8N 在背景执行，或者甚至是你可以设定一个 shell 脚本来自动启动 N8N， 那它在意外退出的时候会自动重启服务，或者是可以把网址设定成 HTTPS 可以加密访问。不过这些都是
比较进阶的，就是再讲下去的话，长度可能就破表。那大家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那如果真的很多人想了解，我也许就会加开启影片。好，那再来我们再来说如何部署自己的伺服器。那首先我会先说明如何在 Windows 或 Mac 上安装 Ubuntu 系统。Ubuntu 也是一种 Linux， 它是在各种 Linux 里面一个比较受欢迎的一个版本。那安装 Ubuntu 前，首先你会先需要第一个是能连网络的电脑，那它要有2G 双核心 CPU、4G 以上的记忆体，然后25G 以上的硬碟空间来做电脑伺服器。那这是官网写的桌面版的建议需求啦。那虽然是这样写，但我猜应该低一点点应该也还行。再来就是伺服器不一定需要高规格，因为不管是桌机、笔电、Android 手机，或者是 Raspberry Pi， 只要能连网络的话，能装 Linux 的话，其实都可以当 N8N 的伺服器。那只不过本影片教学是用适合一般桌机或笔电的方式。那如果你有多种装置可以选的话，那我会建议你可以用比较低功耗的装置来当伺服器，因为 N8N 其实不是很需要高效能运算，所以如果你的 N8N 工作流是每分钟要检查一次的话，那你的伺服器肯定要24小时开着嘛。那像笔电的功耗比较低，像我的旧 MacBook 合上萤幕，它的功耗大概也只有2到7瓦，所以即使一个月都24小时开着的话，可能也电费也大概$1左右。而且笔电它还有内建电池，所以我虽然是随时插着电，但是有内建电池的话，它有遇到跳电或者短暂停电的话，它也还是可以保持运作。那加上这是我原本淘汰下来的笔电，所以也可以当作是没有成本。那网络也是我自己本身就有在用，也可以当作没有成本。那大家可以实际试自己的使用状况来看怎么样比较划算。那如果你手边的资源计算起来没有 AWS 划算的话，那你干脆就用 AWS 吧。那第二点再来是，当然你需要网络，因为要网络你才能跟你的伺服器连线嘛。那你要用有线网络或无线网络都可以，只是你要注意的是你的连线品质。像我是用原本淘汰下来放在角落积灰的这个旧 MacBook， 我就要确认一下它内建的这个 WiFi 的位置，它是不是讯号足够，以免服务不稳定。那第三个是你需要一个8G 以上的随身碟，那因为要拿来做安装碟。那当然你也可以用光碟机安装，但我觉得现在应该反而比较少人有光碟机这种东西。那如果上面的东西都准备好，就可以开始了。首先我们先制作可以安装 Ubuntu 的随身碟。那第一个我们先下载 Ubuntu， 可以到Ubuntu 的网站去下载。那如果你 Google Ubuntu 的话，最前面的2个网站，一个是 Ubuntu 英文站，一个是 Ubuntu 中文正体站。那2个站的 Ubuntu 应该都是一样的，但我只是看Ubuntu 英文站上面是有比较新的版本。那你要选择适合你的 CPU 的版本，一般都是 X86 的 CPU。那如果是像 Mac 的 M 系列晶片的话，则是要选择 ARM 版本，不过这个我没有用过。那它有 Desktop 桌面版跟 Server 伺服器版本，这2种都可以。那差异只是在于前者它有多了UI 的界面，就是后者的话，它伺服器版本就会像刚刚 AWS 的 Linux 一样，它就是一个纯文字的命令行的操作界面。那如果你希望比较省资源的话，使用伺服器版，因为它没有界面，所以就会比较省资源。像刚刚介绍的 AWS 的免费伺服器规格，它用的是单核 2.4G CPU， 然后1G 的机体，它跑 N8N 其实就很 OK 了。不过即使有 UI 界面，因为 Ubuntu 本身它也不怎么吃资源，加上 N8N 本身也不怎么吃资源，所以用我那台旧 MacBook 来安装桌面版，其实也是效能过剩。那像我范例中下载的就是 Ubuntu 22.04.2 Desktop 的 AMD64 版本，那这是一个 LTS 版本。LTS 的意思就是说它会提供比较长的5年支持更新，所以会建议优先使用这个版本。那至于你要选桌面版或伺服器版的话，就看个人的需求。第二个就是我们要下载 UNetBooting， 它是开机随身碟的制作工具，需要用它把 USB 随身碟做成可以用来启动 Ubuntu 的随身碟。
但制作前建议你先把那个随身碟格式化成 FAT32 格式，否则你可能会找不到，或者是因为磁碟满导致安装失败。那 Windows 版的使用比较简单，你可以直接在档案总管中看到 USB 的磁碟代码，那你下载的 Unit Booting 也可以直接执行。选择刚刚下载的 Ubuntu ISO 档，然后选择要使用的磁碟代码，按确定就可以开始制作了。那至于在 Mac 版的话，因为安全性的关系，它说明档上其实有说，就是你需要按右键点击 Unit Booting， 然后点击打开 Open， 然后你会看到开发人员身份不明的警告。那你只要这是在选择打开，那这时候会要求你输入 Mac 的密码，然后以及它写入 USB 的权限。那在 Unit Booting 选择刚刚下载的 Ubuntu ISO 档，然后选择要使用的磁碟编号。那在 Mac 下查磁碟编号比较麻烦，你可以在 Mac 终端机输入以下指令就可以查磁碟编号。那因为切割出来的磁碟或者是虚拟磁碟都会显示在这边，所以建议你可以透过磁碟大小来分辨 USB 的随身碟是在哪一个磁碟编号。那找到后按 OK 后就可以做成 Ubuntu USB 开机碟了。那再来是多重开机，如果你没有要用多重开机，你可以跳过这一步，直接用这个做完的随身碟重新安装作业系统。那像我是拿 Mac 来装，那我是想以后可能还会用到我的 Mac 的作业系统的话，所以我是用多重开机的方式保留原本的作业系统。那我这边简单的说一下重点。第一个就是在 Mac 下可以用它的磁碟工具来做磁碟分区。磁碟分区的时候要选择 MS-DOS FAT 的格式。那Ubuntu会再进一步格式化成 ext4 的分区。那当然硬碟空间是越多越好，因为我那台旧 MacBook 我目前没有其他用途，所以我是直接切了一半 128G。然后实际上Ubuntu 的建议安装容量是 25G 以上，而且我看 AWS 上装完 N8N 才占 3.3G 左右，所以我猜如果这台伺服器你单纯用来装 N8N 的话，切 30G 应该就很够用了。那第二个是制作多重开机，那这个我是用 REFIND 这个软体。OK， 那再来是安装 Ubuntu。那安装 Ubuntu 你只要切换成 USB 开机就可以了，把 USB 插上你的电脑。那在 Windows一般需要在 BIOS 先设定成 USB 开机。每家主机板呼叫 BIOS 的设定方式不一样，那通常在开机的时候会有提示，但有的会没有显示。如果没有看到的话，那建议你搜寻一下你主机板的呼叫方式。那在 Mac 的话，如果是 Intel CPU 是在刚开机的时候按住 Option 不放，然后直到你可以显示用 USB 开机的画面，然后你选择 USB 开机。那如果是 M 系列的 CPU 的话，那就是在开机的时候一直按住电源键不放。那如果你成功以 USB 开机的话，你就会看到这个画面，选择第一个 Try or Install Ubuntu 尝试或安装 Ubuntu， 那你就可以开始安装了。那一开始安装的时候，大家选择语言就是比如说你选中文，那你就可以看得懂了。那因为有中文的话相对比较容易理解，所以其他细节我就不说太多了。那除非你是像我一样就是用多重开机安装，那里面有一个比较难理解的就是规划磁碟的地方。那如果你规划磁碟的话，我建议你只创斜线这个磁碟规划，避免会遇到 boot 空间不足的问题。那其他的部分应该就比较不会有什么问题了。那安装完之后，你应该会问你要不要重新启动。那在重新启动前，不要忘记把你的开机随身碟拔出来，这样你才能够进入刚刚你安装的 Ubuntu。那进入 Ubuntu， 它第一个画面是线上账号，你可以直接略过这个画面。那完成相关的设定之后，你应该就会看到 Ubuntu 的桌面。我这边会先建议你先把转黑萤幕的功能关掉，因为等一下安装一些东西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都可能会超过5分钟。那如果一直画面被锁定是蛮麻烦。那你可以点右上的图示，然后在电源节能选项，然后这边把转黑萤幕改成永不。
然后像我是用 MacBook 安装，那我不知道这边可能有个 bug， 就是当萤幕关上的时候，键盘会无法使用，所以我这边还会把自动暂停使用电池电源的选择关闭。那如果到此为止你还没有连网路的话，你可以在右上角设定你的网路，它可能是有线网路或者是 WiFi 图示，就看你的网路连线类型是什么。那设定好你的网路，因为 N8N 部署是需要网路的，然后可以直接在 Ubuntu 的终端机操作指令。那左边的工具列最下方这个应用程式点进去找到终端机，在这边就可以执行 Linux 的指令操作。它有点就像刚刚的 AWS 的 Linux 文字界面，只是你现在是在 Ubuntu 的界面上做操作。那你也可以打开工具列最上方的 Firefox 来打开我刚刚讲的重点整理的那个 Notion 页面，以方便你快速复制贴上指令。那我们继续说 N8N 的部署。和 AWS 不同的是，桌面版的 Ubuntu 没有内建 YUM。那虽然我们可以用 apt 安装 Node.js， 但是 apt 直接安装的 Node.js 不知道版本为什么会是旧的12点多的版本，它不符合 N8N 需要的14以上的版本。所以我们先输入一下指令装 curl， 然后再输入一下指令用 curl 安装 Node.js， 然后再安装 Node.js， 然后你的 PC 在正常的情况下安装应该都会正常的。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台旧的 MacBook 它虽然也是 Intel CPU， 但是安装的时候会显示错误。不过那个错误应该对后面 N8N 的安装没有什么影响。因为 Node.js 会内建 npm， 所以我们再用这个指令来安装 N8N。那安装完毕的话就大功告成了。那如果你安装完，你可以先尝试执行 N8N， 那也应该会看到一样的字，那就代表N8N 已经正常运作了。那在这样子设定之后，你只要用内建的浏览器连到这个网址，就可以看到 N8N 的界面。但如果譬如说你想要从别台电脑连线操作，那你可以先在 N8N 的地方看一下内网 IP， 在终端机输这样的指令查看内网 IP。那在第二个Innet 里面出现的那个 192.168 那一段的4个数字就是内网 IP。那像我这张图中就是 192.168.50.6。那你只要在刚刚的网页浏览器输入你刚刚找到你自己的内网 IP， 然后后面加上半形冒号跟5678，那就可以进入 N8N 的页面了。那例如它可能会长得像这样子，那只不过这是一个范例，你需要改成实际自己的内网 IP 跟网址。那如果你是个人使用的话，到此为止应该就足以满足你的需求了。那以上就是本次在介绍 AWS 跟个人电脑安装 Linux 并架设 N8N 的最基本连线方式，希望这个教学对想部署 N8N 的人有所帮助。那看到这边的观众是不是都认同我说的在 AWS 部署容易多了呢？那我猜这次的时长应该会又破新纪录吧，可能会破30分钟。并没有再说下去大家应该也撑不住了，一些比较细的内容都删掉了。所以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比较想看，比方说像 AWS 用 DDNS 从外网也可以连到固定的网址，或者是路由器的设定，或者是更进阶的 Linux 的内容，或者是经过这次的愉快学习后，甚至想要学更进阶的 Linux 内容，不要瞎掰好吗？好啦，反正比较想要知道哪方面的内容，欢迎在下方告诉我。那虽然本次的难度比较高，但我还是帮大家填平很多坑了。像原本刚刚说在 AWS 跟在 MacBook 上的安装，其实我就已经装了好几次了。但是要做影片的话，它还要截图或者是确认一些问题，所以其实我又用虚拟机和 AWS 都各装了好几次。所以虽然你看到的是一个去无存菁的几十分钟影片，但我可能花了几十倍的时间在上面研究跟制作才有这部影片。所以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欢迎按赞、订阅、开小铃铛，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对这部影片有什么看法。拜拜。